这等毁天灭地的雷劫，定有绝世仙宝出世。按咱们修仙界的规矩，谁抢到就是。青云老头，你敢不敢跟我争上一争？哼，天绝之地毫无灵气，一步踏错就是死定。这天雷之威，你若不怕死，你先请啊！哼，灭世劫。 不好！天雷威压，不容凡人染指。难道这仙宝连天地都容不下？整整10万年了，本座守了10万年的天道神果，终于要成熟了。熟了，绝世道果熟了，全都是本宝宝的。 全都是我的。疯了！老天疯了！这哪是雷劫，这是天道在发飙啊！快退！ 给老子吐出来！守了3万年的果子，天道你个混蛋！真的是意外啊！我发誓。你个小偷，强盗，赔我的果子！ 我要吃了你！想容了我，休想！全给我锁进去！ 精神力枯竭的余波，穿到修仙世界了。什么玩意儿？吃都不够塞牙缝。 我这是穿到雷池里了，这么深的地方，自己是飞上去还是爬上去？该死的人类，我要吃了你！哟，能吐人言，这看着不起眼的变异兽成了精，这还是头一份。可惜个头小了点，塞牙缝都不够。死女人，我跟你没完！不对，怎么突然听懂对方的话了？哎呀，我懂了，你刚才是不是吞了我一块肉？ 你给我吃了什么？吃了什么呀？好东西啊！我的肉里可全是丧尸王的顶级病毒，给团打个滚吧！拜见你的新主人。等等，怎么回事？我竟然操控不了他！精神力看不进分毫，这小白蛇绝对不是普通异兽。 这是什么？你对我做了什么？你是什么人？哪个传承的？我不是人，传承，丧尸王也有传承。好吧，若说有传，自己也是第1代创建传承的丧尸王。别开玩笑了，我这双眼能破一些虚伪，看所有本源，让我好好看看你这个阴损恶毒的人。本王的破幻神眼还从未失手过。小虫子，你不是活人，但你也不是死人。可不是嘛，不是活人，不是死人，不就是丧尸吗？小白蛇有眼力啊！你到底是个什么瓜
是神草，肉白骨活死人是最容易的。它能穿越生死轮回，能回溯时光，便是魂飞魄散，它都能给拼回来，怎么可能没让你变回人？看你身体构造，本源正是人类啊！奇怪，它只是让你长了肉。是你把我的神奇幻果吃了，那是我守了3万年的破壳机缘。什么神草，什么还生的，我长肉可是我自己本事，不管你嘴里那什么草的事儿。喏，看好了，谁信啊？你疯了！这也是你那果子的药力。生果哪有这功能啊？好了，看明白了，本王筋骨皮肉都能自行凝聚，可别硬说吃了你什么好东西缠着我赔。哼哼，本王不接受碰瓷。你想赖账？我的九转神草分明就是被你吃了，被你吃了！泼脏水是吧？我还说我的精环被你吃了呢。你好，你想不认账是吧？我有证据。你等等，哼，我天生自带回溯法术，看你还怎么赖账。不过那只果子去哪儿了？自己怎么没感觉到？你等等。找到了，还给你。他不出来，但他跟我的本源晶核焊死了，我逼不出来。还给我，还给我！不然赖账吧，赶紧跑，这小东西肯定跑不过自己。不行，没他我就活不下去了。不见了，喂，小泥鳅，你去哪儿了？神奇啊！明明钻进去一个实体，怎么一点变化都没有？而且还没感觉到不舒服，一点异样都没有。这是什么品种？还能附身？想跑回门？你不知道吧？你肉里带着的那个诡异东西，让我和你紧紧联系在一起了。不管你跑去哪，我都能一下找到你，你跑不掉。所以这诡异的小东西明明中了自己的病毒，自己却控制不了它，反而摆脱不掉它了。我拿不出来，不是我不肯拿，它自己不出来。等我找到办法剥离，要么现在就滚。我不信，你肯定藏起来了。我要进你的精神海，亲眼看看。想进我的精神海，可以，我得先验验你的底。你让我探了你的本源，我就让你进。我进不去，没我的允许，你当然进不去。好了，现在可以了。你确定？这也太没防备心了。完了，我的老底全被这女人看光了。没有妖核，也没有本源印记，这小白蛇到底是什么来头？看完了吧？该我了。哦，那你来吧，最好能把那果子带出来。它在我精神海里变成一团白水了。龙纹，这小白蛇居然是上古真龙！我的天，这是什么级别的精神堡垒？凡间修士根本不可能有。这是什么？你的元婴？元婴是什么？对哦，你不是人，不会有元婴的。曾经我也是啊，变成这样又不是我选的。咦，这大鸟真奇怪，在天上飞不出声，也不换个姿势，怎么还冒烟？这又是什么？房子吗？还会滚？土包子，你不认识飞机和汽车，不是什么破法器，跟我来。飞机、汽车，哪个上古大德练的？名字这么怪。这股生机居然能压住我晶核的死气，在这个修仙界，倒是个完美的尾。就是他，我的神佛！哎呦，这什么乌龟壳？有法子弄走吗？看见了，我自己都碰不到，不是我赖着不给。死乌龟壳！这里头是什么东西？不对，你是妖还是魔？透明的晶体是妖核还是魔核？不对啊，自己看它的本源分明就是人啊，并无半点妖或魔的血脉气息啊，难道是出现了新品种？你只说有没有办法把它弄出去？啊，我连治都治不到。那就出来吧。唉。你吞了我的稿子，要赔我。是他自己不要走，讹人是吧？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。但你不吃它，它怎么会跑到你识海里去？又不是我主动的，那会儿我也没注意到啊。反正不是你突然出现，它就不会被吃掉，这点你承不承认？好吧，你说怎么赔？我不想欺负幼崽，且先听听吧。我可指望着神草离开这个破地方回家呢，现在被你坏了好事，你要送我回家，期间还要养活我。听着似乎并不过分，不过一颗果子我就要带你回家，你可是真贼精啊！你懂什么呀？九转往生草是神界之物，这修仙界留不住它的。原本我与他联手就能有机会破开此间壁障回本来世界。你在听吗？神界、修仙界，破什么壁障回原来世界？这是掉进什么鬼地方？你知道丧尸吗？丧尸是用尸体炼制的傀儡吗？啊，是僵尸吧？你继续说。还说什么？你吃了那果子，我自己没法回家，所以你送我回家呀。老娘一个星际末世的丧尸女王，你当我是开天辟地的上古战神？还手撕空间壁障，想都别想！我没那个本事。知道你不是此间的人，离去的法子总会有的。不过嘛，得等我先去外面看看情况。所以，我去哪儿你就去哪儿，你得养着我。这是把自己当保姆还是奴隶了？把你当少爷供着，你想得到吗？既然如此，好啊。哎呦，你干
然我不是有意，但毕竟欠了你的，以后你可以跟着我，我也可以养你。但我这人不喜欢别人靠着太近了，记着，不准靠近我1米之内，就是3尺。你都知道了是不是？你当全天下就你一个聪明蛇？天上那些原本乱劈的雷霆突然就失去目标，到处乱炸。只有躲进我3尺之内，雷劫才会散开。明明是想求我庇护你吧，还谎话连篇，还想指使我。呵呵，你以为本王是谁？哼，不知死活！我没说谎，不过是有些事情没告诉你，但我真的能帮你。没兴趣，我可不欠你的。哦，对了，欠了又如何？我也是王者。从来只有别人顺从我。你识海里那团白水是代表绝对生的九转神草，而你的晶核蕴含着绝对死的力量，一生一死，力量不相上下。现在是奈何不了对方，但一旦失衡，截然相反的力量无法融合，只能同归于尽。没有我，你就等着自爆而亡吧！哼，鬼信你！这样的死法太不讲究了些，而且我还想在这个修仙界找找看花月那死对头有没有活下来。我叫乌龟，我叫乌龟。你就有法子了？当然，不过得等我长大，解开血脉传承才行。画大饼是吧？还血脉传承？你怎么不说是破开文档密码呢？我可是高贵的神龙一族。我吃了你的肉，咱们现在有血脉牵引，你感觉不到我有没有骗你吗？末世10年，见多了无家可归的孤魂，在这陌生的修仙界，倒是和这小屁龙有几分同命相连。算了，就当养个宠物解闷儿。一天3顿饭是吧？什么时候觉醒？吃得多就觉醒得快。那你跟我走吧。你居然会飞！飞是能飞，但飞不长。对了，我叫叶希，你叫什么？我叫乌龟，我叫乌龟。什么？乌龟？你不是神龙吗？我今天才破壳出来，都不知道爹娘什么样子。我爹娘肯定遇到危险了，我必须回去救他们。隐约记得很久以前，在蛋壳里听到有人叫我乌龟。乌龟，不要回来，不要回来！你爹娘是不想让你回家，那你还要回去？能给他找这么个地方藏着，还有神草在旁边，小东西应该不是被抛弃的，那就是他的父母有危险，危险到不敢让儿子露面的地步。可怜的小东西，哎，这是给自己揽上了麻烦。我知道爹娘肯定是遇到危险了，我怎么能不回去？我们神龙一族跟人族不一样，传承在血脉里，只要我能长大，就能越来越强。勇气可嘉。那你有多大把握帮你爹娘？行了，小屁龙，你在这待了多久？他陪了我神草一转移10万年，到过头来还是进了你的肚子。9万年，这颗蛋竟然没臭！这笔账我会还的。你到底干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？还是跟这贼老天结了什么梁子？老天爷这是要劈得你魂飞魄散啊！哼，我是神龙，本该属于神界，这区区修仙界的法则根本容不下我。我的存在对这方天地就是个威胁，天道当然想灭了我喽。原来如此。我听你的意思，神草是你爹娘留下的，只是为了让你离开这里。可他们不是不让你回去吗？我是神龙，这修仙界的灵气根本不够我塞牙缝。我爹娘留下那株9转神草，就是为了帮我积攒灵力，助我飞升上界。至于回家，我们神龙族自成一界，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找到的。所以你自己都不知道家在哪儿，就赖上我，让我送你回家。只要你管饭，饭
等我长大了，嘿嘿，血脉觉醒，自然就能感受到神龙界，我自己就能撕破空间壁障，带你穿梭万界都不是问题。能撕破空间壁壁？如果在这个世界找不到死对头花语，借小东西的手换个地方继续找呀。但是这个修仙界都养活不了你，我怎么养？去上界呀！只要你修为到了，历劫飞升，我就跟着你去了。仙界的一切够我用的，一点都不难。这小家伙就知道吃。叽里咕噜，完蛋，居然听不懂。他问你是谁，你能和我说话，那是咱们建立了心灵联系。其实你还听不懂这里的语言的。不过是学一门外语，不要太简单。你先给我当翻译。可你说什么，我却不能说给他。但我现在不能出现，他只是个凡人，你也不想他被我吓跑吧？真没用。天哪，好美的姐姐，像水里的仙子一样。你是说你在河边整理衣物时不小心弄湿了，衣服还被水流冲走了？仙子姐姐，你别急，我回家给你拿干净衣服。盆子里不是有吗？我不讲究的。这软绵绵、滑溜溜的触感是怎么回事？本王的皮肤可是比钢板还硬的防御利器，这下全毁了。还好 ，Q 弹是 Q 弹了点儿，物理导力还在。神草这美容废发的效果真是多此一举。本王一个丧尸连血都没有，给我装个会跳的心脏。不嫌多余吗？神草代表绝对的生机，他不把你彻底变成活人，还不得毁灭你啊！伤了一棵草的自尊心，怪我喽！长发及腰不拉屎，我也要撩起来，大家多碍事！神草自动将你身体维持在完美的状态，你割多少它给你长多少。多少女孩子梦想着有这么一头飘逸的长发呀！哼，飘逸，糟心！该亏这神草除了这点破事儿没得别的做。这都是深水区才有的灵鱼。这都是深水区才有的灵鱼，村里最壮的猎户都不敢下去抓。这么些鱼，买10套好衣裳都够了。我这就把它们送到酒楼卖了，钱给你。这莫不是传说中的9天仙人下凡？这一世，我定要活出个样来。有了这身正常衣服，总算能见人了。接下来得找个地方弄点这个世界的情报。我操，还真是修仙界的御剑飞行啊！师伯明明占卜说这里有我的一份天大机缘，怎么会只是个没有灵根的凡人蝼蚁？好无理的探查！要不是初来乍到摸不清底细，本王早把你精神海给爆了。
不过我的精神力护罩天衣无缝，你也想看透本王？这位姑娘，你可愿跟我走？啊！他问你要不要跟他走？这是个什么样的世界？见了面不说一句就要带人走，两人还都是女的，百合已经这样大行其道了。虽然你只是一介凡胎，但有我的通融，破例让你进入内门，做我的贴身侍女还是很容易。你只要尽心服侍我，我可想办法给你延寿50年，这可是凡人求都求不来的仙缘。而且我保证，你吃用的东西都是凡间最好的。好大的脸，我要谢谢你喽。合着你是来招不要钱的极品丫鬟的，还要我感恩戴德？你在凡间可还有亲人？可要去告告别。呸！我水玲珑居然被一个凡人呸了，他竟然敢呸我！不气，我不气，不过是个不知死活的井底之蛙，几十年后就是一抔黄土，我何必跟蜉蝣一般见识？师伯说戒骄戒躁，自己的通天之路就在前方。那女人有病吧？上来就让人给她当奴才，还一副施舍的嘴脸。这你就不懂了，凡人得修仙者的嘛。之前宁养出修仙者当奴隶，那可是要削尖了脑袋抢破头的。有这么夸张？好像你见过似的。我没见过，我想见识。咱们不是正好一块儿吗？怎么，想跟那神经病走？要不我送你过去？这个这番宁真的是恢复了，我才不要呢！我只是觉得那个女人给我的感觉很奇怪。奇怪？仔细说说。怎么可能？我的族人们不可族人不可以在这里。那个女人就是个普通人族，我就是觉得那个女人给我的感觉怪怪的，好像很亲近，可又觉得很厌恶，真是奇怪。亲昵又厌恶，有意思。以后遇见再说。走吧，前面有个镇子，本王带你去吃顿好的。我不吃凡人的饭菜，我是神龙，我要吃妖兽的妖核。妖兽？妖核？这不是变异兽的晶核吗？去哪里找妖兽？好吧，作为才出壳的一只，你不知道也是理所当然。那你能告诉我怎么找？那边灵气最浓的地方，妖兽肯定多。好，那就走。有妖核的妖兽，应当是与变异兽差不多吧？怎么回事？那股让自己焦躁渴望的感觉，到了这黑岩之地，突然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难道是飞过了？没有，还是没有，到底在哪里？有人来了。多谢水神娘娘显灵，赐给我家丫头那装有极品大珍珠的河蚌，换来了一大笔嫁妆，让她顺利嫁入富贵人家，求娘娘保佑。走吧，
赶紧回去梳洗，马上迎亲的队伍要来了。什么水神娘娘，凡人就是愚昧。极品水灵石，若是融入我的本命法宝，冰系法术定能威力大增。这一定是师伯卜算出的天大机缘，我就知道我的仙缘深厚。破剑都没鞋底宽，站上去嗖一下就飞了。他们难道不觉得大风刮的脸疼吗？人家有灵气护罩，土鳖，我是神龙，我的功法都在血脉传承里，破壳就会。人族的功法，这玩意儿怎么教？忒欺负人了。太弱了。吃腻了，1级2级的妖核连个味儿都没有。唉，这世界不美好了。我们必须去找高阶妖兽。去哪里找？灵气越高的地方，妖兽的等级也越高。问题是怎么去？走着去？想也不要想，人家彩剑飞1天，我得跑断腿走10天。唉，我当年怎么就没觉醒风系异能呢？要不你教我修行？我真不知道怎么指导一个人族修行，所以你要修真就去找个宗门，拜个师傅不就行了？好像也是条出路，哪怕什么都不学，混个御剑飞行也是好的。问题是去哪里拜师？你活了10万年，你究竟知道些什么？怪我吗？下界的事，我叫你上街深入西楼，知晓。俗，你可是在这里待了10万年。是啊，10万年连个胳膊腿都没长出来。哼，我那是为了保存体力。你要是给我吃高阶晶核，我一眨眼长给你看。感情你长不出胳膊腿也是我的错。那10万年我可没出现，没耽误你发育。我要是把那株神草吞了，我现在连毛都长出来了。好吧，不就是不小心吞了一棵草吗？牵着小过的，算是翻不了身了，只能去修仙宗门走一遭了。我也想吃高级妖核，可我不知道高级妖兽在哪儿啊，咱们又走不远。我可是个丧尸王，这该死的血脉牵引，竟然让我对一头连毛都没长齐的小龙心软。行了行了，别一副委屈样，情报的事儿交给我。啊，什么搞情报？不过话说回来，你这副样子真的没问题吗？神龙破壳怎么跟条没鳞片的菜花蛇一样？哪有？我们神龙最威风了。我这样，一是节省力气，二是直觉告诉我这样才安全。我可是神界才有的神龙，别说妖族魔族，就是人族那些老怪物，要是发现了我本体，哎呀，反正我还只是幼崽，力量不够强大，他们会来害我。你是说你对他们很有用？那当然，我可是神龙，别的不说，便是把我一口吞下，那都能平白增长多少修为啊！你不想吞了我长修为？是吗？那你对我还真没什么用。你想试试要逼我一口吃了你才满意？你伤害不了我的，所以我不能让人发现你。对啊，不过我这个样子应该不会有人注意到。你这样还是太像蛇了，能变个别的样子吗？比如变个方的、圆的，或者变朵花。怎么不行？我试试。我去找个人打听打听，看哪里有高阶妖兽。你去打听情报，可你说话人家是真正听不懂的。不对啊，你让我变朵花，那不是更招人注意吗？不用你，我有法子。什么法子？搜魂。这些修仙者飞得虽然快，但飞得太低了，才10几米。弄个修仙者下来，只用精神力进入他脑海，自然他知道什么，我就能知道什么。哦，就是你说的神识来了。搜魂不行啊！你不能随便搜魂杀人，这是修仙界，杀人造孽是会产生心魔的，而且会引天劫，会被雷劈到魂飞魄散的。心魔？我一个丧尸哪来的心魔？至于天劫，你不是说老天爷根本发现不了我这个艺术吗？连你在我身边都能屏蔽天机，雷都不知道往哪儿劈，我怕什么天劫？好像是这么个道理。这该死的女人，
命真好，雷都劈不着他。这次不要拉我了。有人来了。这位小姑娘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？是跟谁来的？不管在哪个世界，管不住下半身的男人都一个德行。看来小妹妹是一个人啊！这里可是妖兽森林边缘，很危险啊！小妹妹一介凡人，可不能单独留在这里。不如跟着哥哥走吧。妹妹跟了哥哥，吃香喝辣不发愁。哥哥缺个暖床的，妹妹只要伺候的好了，哥哥保证给你买一枚延寿丹，让你青春常驻，咱们长相厮守，可好啊？找死！弱鸡。没。我的头，怎么回事？我的神识！想让我暖床，还是让我看看你的脑子里装了多少有用的东西吧。不要！好了，我知道了。你这么快就学会这里的语言了？想当年，姐也是学霸级别的存在，不过是复制粘贴一下她的技艺，有什么难度？你都搜到什么了？修真界势力划分有哪些门派、势力分布、灵根灵气、修行常识。目前最有用的是前面有个修仙门派，正好在招收弟子，距离不远，咱们避开人飞过去，时间刚刚好。那咱们快走吧。不急，先清理垃圾。刚才搜魂看了，这是个散修渣男，前些日子刚靠采捕炼气期女修强行突破到筑基，没少作恶。你干嘛呀？他都傻了，你还……渣男，该死！你又干嘛？果然没有晶核，真没用，不是异能者。他是人族，怎么会有妖核？只有妖核魔才有，人族只有丹田。丹田在哪儿？人都死了，丹田早散了。一个筑基菜鸟能有多大丹田？唉。他死了，储物戒指、储物袋都能用了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好东西，有没有能让我们飞的。全部家当就这破剑最值钱，可惜我用不了。废话，御剑飞行得炼气后期，得用灵气。你空有巨大的精神力，却连炼气1层都不是。修仙必须修仙，修了就能自己飞。没有咱们能用的，等找个仿式全卖了，给你买高级妖核吃。你对我真好，是你挣的第一笔钱，居然全给我用了。你对我真好，你说你要什么，我也给你去弄。我要的你给不了，我要找一个人。你说嘛，现在给不了，以后我长大了给你啊。跟你从同一个小世界来的。但我们不是一起掉进来的，他先跌进了一条黑缝，我之后才进了另一条。哎呀，那你找到他的可能性太小了。就算进了同一个空间通道，出来也未必在同一个小世界。我们神龙一族精通时空法则，这点我最清楚。什么？那你有办法帮我找到他吗？你说起来，我下意识觉得很难，可你再问深一点，我又什么都想不起来了。所以你那个所谓的血脉传承到底靠不靠谱？你放心，等我长大了一定有法子帮你。如果不行，等我回神界，让我爹娘帮你，他们肯定有办法。身为一只10万年才从蛋里孵出来的怪胎，等你长大，我还不如等天塌。说句不好听的，到时候你那神龙爹娘还在不在都两说呢。你都疑似孤儿，哎，算了，可不能刺激他。我先谢谢你画的大饼了，出发拜师去。拿那个贪腐3修炼了手，我对自己的实力算是有谱了。筑基期的只要不踩着剑嗖的飞掉，
我绝对能秒杀。喂，半吊子导游，修士到了金丹期修出的神石，能像我的精神力一样当武器大面积攻击吗？我在蛋壳里就用神式了，我们神龙一族当然能攻击。至于人族太弱了，我不了解，也看不上。得，指望不上你。以后遇到金丹元婴，我自己拿他们练手。外面全都是人，好闷啊！让我出去透透气吧。我幻化成一朵牡丹花戴在你头上怎么样？荷花也行啊。闭嘴！丧尸王的脑袋是你能随便趴的吗？顶着朵大招招摇过市，傻不傻？给我老实待着！陆尔城，逍遥门正道10大派之一。等我考进去，一定能很快学会御剑。说我16岁，应当能混进去吧。这种母女组合，在末世里栽在我手上的不知有多少。狼一样的眼神倒是不错，不过与我无关。大哥，快看，那车里的妞更水灵！瞎了你们狗眼！打他们！姑娘，快走！上马儿，快跑！居然不是设套，是真心实意救我，我反倒不好冷眼旁观了。上车。多谢姑娘救命之恩。感动邪念，便是活下来也是傻子。底下的猛兽，今天算是有口福了。你们都自身难保了，为何还要冒险救我？若不是我们母子引来那些瘤子堵在这里，姑娘也不会遭遇这一遭。反正咱都是被他们堵的，跑掉一个赚一个嘛。我不熟这陆尔城的风土人情，不如你讲给我听听。好呀，我叫黄英，我跟您说啊，那逍遥门可厉害了。他自小话多，我一直拘着他在外不准多言，想不到在姑娘面前得意忘形了，姑娘莫怪。他说的很好，我很喜欢听，只是你们母女俩在凡界相依为命过一生，不好吗？姑娘的意思是，若是她真的被选上，你们母女此生未必能再见一面。而且听说修真界极为残酷，杀人夺宝、弱肉强食是常事。黄英未必有在你身边过得好。跟着我便好了，凡界未必就能过得平静。姑娘，看我这脸，我男人去后，为了养活女儿，我必须抛头露面。这疤是我自己划的。你自己划的？扫洒风，洗衣做饭，除了做粗活，我没别的本事。婴儿一日日长大，出落的水泪，我对下的去手。有几户大户人家透了信儿，想纳他做妾，还有路上那些瘤子，我们母女一看就是穷人，他们为什么来围我？那天我一看姑娘的脸，就知道要遭，本来就是我们母女惹来的祸事，想不到姑娘却是有大本事的人。我留她在身边，除了让她吃饱，却是护不住她。不若搬家，这世道哪里都是一样的。在末世，多的是出卖尊严的人。这妇人看着柔弱，骨子里却是个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狠角色。快先去排队才好。哎呀，你插队！我姐姐在我后头的，你去后面排。算了，让他排着吧。按前面的效率，只要轮得到我就行。在街上跟人争吵插队，有失王者风范。对不起，方才是我跑得太急，你请先。你排着吧，我不急。这丫头性子倒是分明的可爱，只是在修真界这样的性子能混得开吗？这已经不是紧张了，是恐惧。这小子到底在怕什么？
下一个。水、木土3灵根，算是不错了。去那边登记，然后去与家人告别。申时正来这里集合。下一个，快去！我真的可以吗？居然是极其罕见的单一精灵根！怎么回事？难道还有别的灵根隐在里面？没有别的杂色，只有金色。可这光怎么忽明忽暗？师叔，这里有个人的灵根极其奇特，弟子从未见过。我就来。修真版手机还是语音通话功能，这个必须有，我一定要弄一个。美彩飞剑不是瞬移，仅靠自身气流变化就能御空飞行。金丹还是元婴，修仙界的高阶战力果然有点意思。何事？师叔请看。单一精灵根纯度极高，本是顶级天赋。灵根有损，注定在修真途上走不远。什么？怎么会损坏了？应当是腐蚀了散灵散，他尚未修炼，凡人之躯根本无法察觉。这几日把我关在柴房，却天天送来好饭好菜，我还以为是他们心生愧疚，原来是为了毁我灵根，好狠的算计！仙师，我还能拜入仙门吗？我的灵根可还有灵丹妙药能修补，若不能修，我拿什么去报仇？修补灵根的逆天灵丹，这修真界怕是找不出一颗。该我了。是不是我的姿势有问题？不然我换只手。反正你这只手的姿势是没问题的，姑娘，你可能没灵根。我知道，你过来。这是没坏，还是坏了？没坏。所以，我该自豪自己还终究让这盘子亮了吗？老子真的没坏的说。姑娘，你确实没灵根，不过我们门派其实也招收凡人杂役的。如果你愿意去扫洒伺候，或者去山下的访视生活，回去就让他去思过崖闭关5年，不10年。让我去伺候人？不是，我意思是，姑娘可以通过别的途径去看下我们逍遥门的风景。我堂堂修真问仙的门派，成了凡人的游览之地了。哼，10年不够，得让他思过20年。你大爷的！怎么这些个修仙的，动不动就让人当侍女杂役，想伺候我的人排着队，我都不稀罕。没帮上你，我很不好意思的。就让这个不争气的关刀死吧。不然，我们门派山下的访视其实也有凡人生活，如果你愿意。宁为鸡头，不做凤尾。便是不修真，我一样能纵横这天地间。没道理为了点虚无缥缈的念想，就去低声下气做牛做马。不过，还是谢过小哥的好意了。就让这个没出息的东西在思过崖关到死吧。回去自去思过崖闭关。是，下一个。姐姐，你竟然没有灵根。姑娘，那你以后作何打算？此间事了，我打算离开这儿，看遍这大好河山，也算人生无憾了。大好河山，老娘现在只想找个没人的山头，把这狗屁测灵盘和老贼老天痛揍一顿！完了完了，女魔头要暴走了！我装死，我是一块鳞片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姑娘仪容不凡，又身手了得，出门在外还是小心为上。叶璇，
也不知何年何月，这辈子还能不能再见女儿一面。娘，我舍不得你。舍不得娘，你就好好学，学好了就能回来看娘了。这个储物袋你拿着，滴血认主，里面有几块灵石，兴许用得着。切记，财不外露，绝不能让人发现。储物袋，仙人用的东西，这怎么行？偶然得来的，反正我也用不着，拿着。姐姐你别急，等我学好了，我就接我娘和你去门派生活，我给你们撑腰。这傻丫头，去了门派，长个心眼儿，不要对谁都刁顶，尤其我给的东西，不能让人看见。储物袋贴身藏着。还有，不要跟男子单独在一起，不管他长得多好看，说话多好听。姑娘的意思是，不要轻易动男女之情。有些邪修专门拐骗小姑娘吸精气助自己修行，被吸干的女修只剩下一堆皮包骨，活活老死，我亲眼见过。坏人脸上不会写字，你记着，不要去什么偏僻的地方，也不要接受别人莫名其妙的好意，不要贪图小便宜，万事小心。听姐姐的话，一定不能轻易相信别人。记着了。这修仙界可没那么好混啊。这也太大了！快上去，快上去！御剑飞行，飞天大船，我也想飞！气死我了！女魔头又要暴走了！救命！你还要跟多久？我娘的乖儿也有灵根呢，以后要好好修行。一辈子只能停在炼气期。因为鸡头不做凤尾，凡人也能纵横天地。仙师说我一辈子无法筑基，我不能修行。我就能了。我只是想跟着你。你想干嘛？跟着你。不准跟着我。你过来。再跟来，杀了你，杀了你！要完要完，他要找地方发泄了！我的亲娘啊！要不是我离不开他，老子现在就跑出800里地去。这座山今天算是交代在这儿了。出来！哼，以为我抓不到你？出去还不行吗？对自己都能下这种狠手，你根本不是人啊！哼，姑奶奶早几十年就不是人了。我知道你心情不好，有话好好说。看，漂亮吗？好看，就是红彤彤的，
看着有点烤得慌。你不会是想烤了我吧？好好看吧，再看最后一眼。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走你！劈死这个连我有没有灵根都不知道的小骗子！好啊，原来你这小骗子自己会飞，还累得我背着你走了这么久。有话好好说。本王在末世被雷系异能劈过的次数，比你这破天道打的雷还多。变态，被天雷劈中，竟然连皮都不洗。痛，要断了！别和我说，我能不能修真？你身为神龙，居然不知道！嘘，小点声，我自己也很意外，好不好？你身世那么强，你人是多呀，谁会想到你竟然没根啊？没灵根，你怎么修炼出这么强的身世的？你天天在我身体里鬼混，我有没有灵根你不知道？啊！什么鬼混？我只在你胳膊里待过吧？你是女的，我是男的，我怎么会在你身体里那个啥？我是有底线、有原则的。那我为什么没灵根？我也不知道啊。你怎么可能没灵根？你不可能没灵根呀！在我的世界，能量储存在脑部的晶核里，而这里的人，能量存在丹田。修真者和异能者，果然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体系。得，我的御剑飞行全白想了。我没法修真，带不了你飞升，你去找别人吧。啊！别！离了你，我立刻会被雷劈的渣都不剩。再说了，你这小东西奸猾得很，自己会飞还装死，保不准还有别的保命手段，只是坑我而已。真没有，我没说自己会飞，你又没问过我。可我不飞是为了省灵气啊！这是骂自己蠢。我的错还不行吗？我身体存的灵气有限，只出不进。等我灵气用完，我就只有死路一条。我只能省着点儿。我存在你身体里一点重量都没有，绝对没给你添麻烦。我还陪你说话，陪你发呆，你可不能始乱终弃啊！我谢谢你啊。不用谢。修士修为都在丹田，可你初见我时就是一副骷髅架子，连肚子都没有，哪来的丹田？你的修为应该是都在识海里。可不是，自己脑汁要是熬干，也是死翘翘的下场。灵气就非得放在丹地里。我脑子隐隐约约似乎有谁是上中下齐修的，可又想不出来。但这里的修士似乎只修下丹田。你是一到关键时刻就掉链子，我要你何用？你倒是说出个上丹田的修炼法子。等我长大，这是同意了，这是不抛弃他了。我好感动。找大森林，林子越大鸟越多。好吧，先找个地方买份地图，打听打听。他的灵根能补吗？当然能了，在神界。便是生生造一条出来也不是难事，在这里只能看机缘了。看机缘，那就是有得补了。比如你识海里的神草，给他吃一口就好，那也得吃得着。老子都飞到跟前眼皮子底下了，神草都不让他舔一舔。我带他走。休息吧。为什么？跟我走。说说，你跟着我想干嘛？我想出人头地。你跟着我就出人头地了？我觉得你是这样的人。不好意思。我不是人，你出人头地为了什么？报仇！我的父亲
继母，还有家族里的人。哦，明白了，就是你一家子。看来这仇跟他亲娘有关。这小子够狠啊，连亲爹都杀。他们是修士？是，家里老祖宗是筑基期修士。才筑基啊！你要买我杀人吗？出个价吧。我这就回去把他们全杀干净，保证一个不剩。算了，不信拉倒。你先跟着我吧，等看到我的实力再下单不迟。你想做什么？带着个拖油瓶，我都不好出来了。带着呗，这么大的孩子了，自己能照顾自己，还正好能给咱跑腿。你叫什么？多大了？金盛，15岁。金盛15，一听就是话不多的孩子，挺好的。你知道这附近有什么城池吗？最好是修士多的那种。我也不知道现在在哪里，不过我在家时偷偷记下鹿尔城附近城池位置。修士多的是这个，还有这个。快看，前面就是齐城。这附近修士最多的就是齐城，要进城的修士皆是在城外落下飞剑，再步行入城。城池上方阵法流光biến动，城池有防护大阵，里头禁止修士飞行比斗，怕殃及凡人。你知道的倒是不少，也有灵根，可怎么还没修炼？金家是个修真小家族，这些东西我自然知道。至于我，他们没杀我，不过是怕背上因果，怎么可能叫我修炼？不错，这个向导比乌龟靠谱。我就知道这小子居心叵测，跟我抢饭碗。御剑飞行要用灵气的，我是不想了，还是得去抓只大鸟代步。该不会你去鹿尔城测灵根就是为了学飞剑？其实不用灵气，也有别的可以飞行啊。头一次有人修行只是为了飞剑呢，这个并不难，只要练气后期就可以。你敢说骑鸟，我就掐死你！非洲啊，那是逍遥门乘坐的非洲，不用灵气，用灵石也可以支持飞行的，是真的。不过，非洲需要用强大的灵石去控制方向。什么？真的？那就好。原来只要有钱有脑子就行。你家有没有灵舟？没有，绝对没有。灵舟极贵，比飞剑贵太多了。哦，所以你家又穷又穷。金家在修真家族里确实只能算末流。我竟然做梦了！筑基之后，我怎么会做梦？刚才梦里的小兽分明是个高阶妖兽，而且在梦里我似乎听到它说话，很稚嫩的声音。难道那是一只生下来便是高阶的妖兽？生下来就开启了灵智的高阶妖兽？之前我探查过很多次，这镯子的材质并不属于苍羽界的，去藏书阁翻阅古籍时也未发现端倪。刚才在梦里，妖兽便是钻进了这只古镯中，难道它是已经认了我为主了吗？梦里后头的记不清了，这只妖兽作用肯定更胜于我的仙符，不然为何单独用这间玉石密室来存放并不起眼的古镯？难道这个神秘的仙符找上我，
就是为了将这古镯和那只高阶妖兽送来。打听清楚了，哪家修真店铺不宰客？打听清楚了。不过，这位姑娘明显是有来历的，那该怎么称呼才能完美表达出自己的敬意？有屁快放！姑，我长得很像大婶吗？她为啥喊我姑姑？叫声姑娘就那么难？姑姑，你15，我16，你喊我姑姑是几个意思？我是尊敬您，当长辈一样的尊敬。那叫小姐。本王说16就是16，满大街谁敢站出来反驳？主子。以前除了不会说话的丧尸，我的手下都叫我王。主子这称呼太跌份了。叫姐姐。姐姐。那我叫什么？你若不介意，也叫声姐。反正我不介意，你是颗10万年才孵出来的晚熟蛋。我拿这些东西换你们店里的东西。这不是个绝世棒槌，就是个超级土豪。那客人需要换何物？地图，我要一份整个苍羽界最大最详细的地图。整个苍羽界，客人是头次出门吧？人妖魔3族互不相通，怎么可能把各自的地盘画在同一张图上？那家底不都暴露了？还有魔族，不知道脑子里有没有魔盒？那就拿人族聚集地的地图，越详细越好。好嘞，不过越详细，价格可就越高。这把飞剑换您要的地图足够了，客人可还要别的？再来个引气诀。引气诀和2个法术，不值几个灵石。换这些修真物品，客人还有很大庆余。是要换成灵石吗？姐姐，不要浪费时间，还要赶路。伙计，你再看看，这些我都不用了。这些修士能用的，本店都能收；这些凡人之物却是不能收，客人见谅。这是你们的规矩，有什么见谅不见谅？您是换成灵石，还是需要还别的什么？有没有妖兽大全和植物图鉴之类的书？这些是最全的，玉简也有，但客人目前还未引气入体，用不了玉简。就不必玉简了，结账。有精神力在，书还是玉简有什么区别？姐姐，咱们不是要赶路吗？为什么围着骑乘绕圈子？怎么这么些天了，天上一个坐非洲的都没有？因为修士御剑更方便啊，非洲又贵又耗费灵石，谁舍得开出来显摆？算了，咱们看看哪个地方有钱人多。姐姐，咱的灵石不够买非洲的，而且咱的实力也不够打劫拥有非洲的修士啊。就按着这条走。那条路线的终点是逍遥门，您确定咱能抢来？就算抢来，能活着跑掉吗？逍遥门的人有非洲，这是错不了的。咱们这样走，穿过去，遇到的人最少。那是横断山脉，里面妖兽无数，修为低的修士根本不敢进去。里面有很多妖兽，就去这里。那可全都是妖和精河啊！死就死吧，要是有非洲就好了。其实也有不用灵气的飞行靴子、飞行斗篷。你家不让你修行，你怎么知道这么多？我家族里的藏书楼我还是能进，那里有各位多的地方，除了我的院子就是那儿了。每去一次都被他们嘲笑一次，说我永远也修不了仙。破了的灵根也是灵根，你先引气入体。没前辈指导，我自己怎么行？不是给你买书了，把书给我。看着，这是做啥？引气入体？他没有灵根啊，怎么感受到灵气？和末世的异能元素分子差不多嘛。看我抓一个过来。
就知道还是不行。